Hello， 你好吗？欢迎你来到 Ann 亲子书房练习曲的每周正念单元。今天我想跟你一起来探索一个非常温柔的主题，一种全新的安定方式。你是不是也曾经有过这样的经验呢？当你温柔地，或是有时候可能有点急切地，请孩子静下来，结果却发现他们的身体好像是不动了，但内心的那场情绪风暴反而越演越烈。我相信这个画面对很多爸爸妈妈还有老师们来说都再熟悉不过了，甚至会觉得有点无力感。不过今天我想跟你分享一个小秘密，其实真正的安定从来就不只有一种样子哦。而且这趟学习安定的旅程不只是为了孩子，它更是一份要给我们大人的非常温柔的礼物。所以在今天的分享里，我们会一起来看看为什么孩子坐不住可能根本不是真正的问题，正念练习真正的核心到底是什么。我们也会学到一些超简单可以融入生活的方法，还有一些大人跟小孩都可以用的感官小工具。最后呢，我会带你做一个只要4分钟的简单练习。哦，对了，请你务必要看到最后，因为我为你准备了一个非常温柔的提醒。好的，那我们就先从第一个也是最大的一个迷思开始吧，也就是关于乖乖坐好这件事。我们来看看我们所谓的静心跟它真实的样子到底有哪一些不一样。好，我们来看看这张图。很多人一听到静心脑袋里跑出来的画面是不是就像左边这样，觉得一定要盘腿坐好，要完全安静，好像是一种很严格的纪律训练。但其实你看右边的真相，静心它根本就不是一种姿势，而是一种注意力的状态。它可以是任何姿势，重点不是外面有多安静，而是我们内在有没有一番觉察。所以它感觉不像是一种修行，反而更像是温柔地去注意到而已。接着我们就要来聊聊在整个练习里面那个唯一而且最重要的核心原则，就是这句话：活在当下。真的，这就是正念静心的全部了。它的意思不是去分析刚刚发生了什么，也不是去焦虑等一下会怎么样，就只是很单纯的把我们的注意力带回到此时此刻。所以所谓的正念练习其实就是温柔地一次又一次地把我们飘走的思绪给带回来。这对孩子来说其实很自然，但对我们这些习惯一心多用，脑袋里总是在计划下一步的大人来说，反而变成一个挑战了，对不对？我们常常身体明明在这里，心却早就不知道飞到哪里去了。所以请你一定要记住这个关键点。当你发现我分心了，那个发现的瞬间并不是失败哦，正好相反，那本身就是练习的成功。因为觉察到自己的分心就是正念的开始。所以下次发现自己又在胡思乱想的时候，记得要温柔地对自己说：太好了，我正在练习。好了，了解了这个核心概念之后，我们来看看实际上可以怎么把它应用在沟通上。关键就在于我们要怎么样用我们的语言为自己也为孩子创造一个可以安定的空间。你看这张图就很清楚地呈现了命令跟邀请的差别。左边的命令像是坐好不准动，听起来是不是有点压力？它只会引发抵抗。但你看右边的邀请，像是我们一起慢下来好吗？或是我们来感觉一下自己的身体现在是什么感觉。它创造的是一种共享的温和的体验。而且请千万不要忘了，这份温柔的邀请，你也可以对自己说。当你觉得压力很大，心很烦的时候，试着用这种邀请的语气来跟自己对话，而不是用命令来责备自己。好，那接下来我们要来介绍一些更简单、更有趣的方法。这些方法不依赖传统的打坐，而是运用我们的感官当作回到当下的入口。这些方法真的超简单，而且你随时随地都可以做。第一个方法就是专注的听，试着把你的注意力只放在一个声音上面。你不需要去分析它、判断它，就只是纯粹的去听。可能是窗外吹过的风声，墙上时钟滴答滴答的声音，甚至是远方传来的车声。这就是一个随时随地都可以做的听觉静心练习。
第二个方法是用心去触碰。这个方法我真的要特别推荐给我们大人，它是一个超级好用的降压方法。下次你在喝水、喝咖啡的时候，花个几秒钟，感觉一下手上杯子传来的温度。洗手的时候，去感觉水流过你指尖的那种清凉感。这个简单的动作可以立刻把你从脑袋里的思绪风暴拉回到身体的真实感觉上。第三个是观察，很简单，就是找一个东西，单纯的看着它，不做任何的评价。可能是一片云的飘动，一株植物叶子上的纹路，或是房间里的某一个颜色，就只是看，让你的视觉成为你安定的锚。好的，我们来到最后也是最实际的部分了。这里我为你准备了一个非常简单的每周练习，来帮助你和孩子一起建立一个可以带走一辈子的能力。这是一个你现在就可以试试看的4分钟感官练习。第1分钟，找一个声音，专心的听。第2分钟，拿起手边的一个东西，去感受它的温度和材质。第3分钟，在你的空间里找出3个相同颜色的东西。最后1分钟，温柔地伸展一下你的身体，轻轻地告诉自己：我回来了。你看，这个练习很棒哈！孩子在学习觉察，而你正在学习照顾自己。这里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提醒哦，练习的结束跟练习本身一样重要。很多时候我们觉得静心好像没什么用，不是过程有问题，而是我们结束的太突然了。所以请记得要温柔地、有意识地回到日常的状态，这样你才能把那份安定感真正的带在身上。孩子们并不是不会静下来，他们只是还没有被我们展示过，原来安定可以是这么自由、这么充满探索乐趣的一件事。这也重新定义了我们一开始提出的那个问题，不是吗？最后，这就是我一开始答应要给你的那个温柔的提醒，请你一定要记得，这个练习它不是你待办清单上面又多出来的一个任务，它是一种照顾自己的方式。在你温柔地陪伴孩子的同时，也请你务必记得要用同样的温柔来照顾你自己。在我们结束之前，我想留给你一个问题，你可以静静地想一下，在这接下来的1周，有哪一个，哪怕只是非常微小的片刻，你可以用来练习回到你自己身边呢？如果今天的分享对你有帮助，我想邀请你订阅 N 亲子书房练习曲，也欢迎你在下面的留言区分享你的练习心得，让我们一起用更温柔的方式学习安定。我们下次见喽。